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用1小时时间学习 Python 和 Flask。Flask 是一个轻量级的 Web 应用程序框架，它由 Aaron Rodnacher 开发的，他领导了一个 Poco 国际的爱好小组基于这个 WorkZig 工具包还有金架模板引擎WSGI 是一个 Web 的服务网关 ，Flask 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 Web 开发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学习文档、源码还有主页中文文档的 URL 地址大家可以有兴趣去访问一下。我们在基础知识部分主要学习路由、变量和 URL 规则Flask 的模板、静态文件，还有 URL 重定向和错误。在高级知识部分，我们主要学习 Cookie 及 Session 绘画消息的闪现、WTF 表单、Flask 支持的 HTML 里面的 Form 表单Circle Alchemy 及数据库的操作，还有 Cjax 是Flask 里面的阿贾克斯的包。好，我们进入学习。大家好，我们开始安装 Flask。我们来看一下 Flask 安装包有哪些。这里面有 Flask 包、Flask 和 Circle 的包。还有 Flask 的Form 包，还有 Flask 和阿贾克斯的包。好，我们来安装。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成功安装完成了这些包。大家好，我们来看 Flask 包第一个例子。首先，我们从 Flask 包中引入 Flask 类，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实例，我们给这实例起一个名字我们使用了包的名字，这个 name。这个 name 多说一句，如果在外部引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其他程序来调它的时候，这个 name 的名字就是 app。这个文件前面后缀前面这个名字如果是自己执行的话，这个 name 可以看到这里也有这个 name， 就是 main 这个名字自己执行是 main， 别人调用就是 app来，我们继续我们使用装饰类的方法使这个 URL 这个路径，这个根目录这个路径也就使用这个路由这个函数，也就根目录这个路径指向了这个 index 这个函数这个 index 函数很简单，就返回一个 hello world 如果这个程序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使用 app.run 就来启动 Flask。 我们来看一下 run 这里面的参数它有4个。第一个是 host IP 地址默认是 127.0.0.1port 端口默认是5000是否 debug 然后还有一个是 options 还可以传入一些其他参数。好，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访问地址。OK， 成功了 ，Hello World 出现了。好，我们来学习 Flask 的路由。首先，我们通过 Flask 包引入 Flask 这个类，然后我们对这个 Flask 类创建实例 app。我们使用 app.root 这个函数，将根目录通过装饰方法，这个 at 关联到 index 函数上，index 函数就返回一个字符串 hello world。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这里显示出来了。我们继续，我们用第二个 root 函数再设置一个装饰类hello name 函数我们这里是杠 hello， 然后杠一个尖括号 name 就是一个变量我们可以直接带到这个 hello name 这个函数里面，这个变量参数就可以传进来，然后我们组装一个字符串返回 hello name。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我们使用一个 blog
杠一个 int， 我们指定这个 post 的 id 是一个整形，然后我们也把它返回到这个 show blog 这个函数中。最后我们把它组成一个字符串 blog number post id， 把它返回出去。我们看下一个，我们使用杠 rev 杠一个浮点型 rev number 作为参数传到这个 revision 这个函数中，然后我们也返回一个字符串拼接好的，将 rev number 拼接好返回。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首先我们看 hello name， 张三。OK， 看见了 ，Hello 张三。我们再来看整形 blog 杠123blog number 123。我们再来看浮点型 rev 杠11.2345。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显示了 revision number 1.234500将它全部显示出来。OK， 我们继续。下一个这里有两个，我们一起看。第一个是 Flask 这后面没有杠我们返回 Hello Flask。第二个是 Python 后面也带一个杠，我们返回 Hello Python。我们可以说一下，带 Flask 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访问的时候，这后面加了一个杠，是会返回404的。只有在不加杠的时候，我们才能返回得到 Hello Flask。这里加了一个杠呢，无论我们在网页中是否输入这个杠，都会返回 Hello Python。我们可以看一下 Flask。OK， 这个实现了。如果我们在后面加一个杠是找不到的。然后我们看 Python 是带杠的，这里显示 Hello Python。但是如果我们把杠去了，它也是一样会带上这个杠的，也会显示 Hello Python。所以这种写法就是 URL 的标准写法，后面会带一个杠。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使用 app run 来启动这个程序IP 地址我们使用 127.0.0.1端口是默认的5000。debug 设为 true。如果我们的网页在这里打开比较慢的话，尤其是 Windows 我们可以设这个参数 threads 等于 true， 这样的话打开就会比较快。好，这节就到这里。好，我们来学习 Flask 模板。首先我们先从 Flask 包里面引入 Flask 类和 render tempo 这个函数。首先我们还是将这个类实例化，生成 APP， 然后我们也使用装饰类将根目录关联到 index 函数中。但这里我们返回一个 index21.html 文件，使用这个 render tempo 函数返回，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个模板返回出去这里使用 render tempo 呢，那我们就要注意，在平行的这个目录底下要有一个 templates 目录，它是默认的，直接 render tempos 就会找这个 templates 目录底下index 21也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HTML 文件body 里面写的是 Hello World 2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OK， Hello World 2显示出来了。我们使用 Ctrl+C 来停止。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往 tempo 里面传参数还是引入 Flask 类和 render tempo 这个函数创建 APP 这个实例。然后我们还是将根目录关联到 index 函数。我们定义了4个变量，一个整形是18，一个字符串是 query， 一个列表，还有一个字典。我们还是使用 render tempo 这个函数。render tempo 里面第一个参数是 tempo， 我们传入 index22.html 文件。第二个
和第3个、第4个、第5个，我们就是传入 key value。我们的 key 用了 myInt， 值呢就是 t-int 啊，这里1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ndex22 这个 HTML 文件啊，也在 templates 这个目录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我们用双括号来显示 myInt 这个 key 的值啊，就用双括号将它显示出来。如果我们想取列表里面的值，我们就用双括号，然后用中括号0啊，或者用.1都可以来显示列表里面的值。如果是字典的话啊，我们也是用中括号加上这个 key 的名字 name， 或者是这个 key 的名字是 age。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你看字典里面有2个，一个 key 是 name 啊 ，value 是杜兰特啊 ，name 是 age， 值是28。我们继续看，还可以做一些算术运算。我们将 list 0这个对象加10，还有 list 0这个对象和 list 1这个对象相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1和5相加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你看我们这里可以得到是18库里将这个 list 完全显示出来了，这也是一个字典对象。我们将 list 的列表也全部 list 的0、list 的1也显示了字典 name 的值age 的值，然后做了一些算术运算，一个是11，一个是6。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Flask 的静态文件这里我们还是引入 Flux 包里面的 FluxLay、RenderTempo 函数和 URL_for 函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比较简单，我们将根路径指向 index 函数，然后我们返回一个 index3.html 的静态文件。我们主要来看这个 HTML 文件。这个文件我们先将 base.html 进行了扩展，在它的基础上扩展来的。然后我们定义了2个块，一个是 head 用这个大括号和双引号来表示这个语法，用 block 和 end block 给括起来然后是一个 body 里面我们就用 H1 大写写了一个 template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 base HTML 是一个标准的 HTML 语法，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 head block head block 因为我们在 HTML3 里面这块是空所以它不会显示东西这儿还有个 body block 我们在这边显示的是一个 template 字，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URL_for static file name 等于 main css-main.css URL_for 呢就是通过函数去找这个 URL 路径通过这个 static， 也就是说这个 static 呢也就是在根目录底下有个 static static 从这里再往下找 file name 呢是 CSS static 的 CSS 目录，然后是 main.css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CSS 文件。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template 显示出来了来继续看 URL 的构成。我们还是引入Flask 的类，这里引入了一个 redirect 函数和 URL_for 函数一样，我们这里将-admin 函数路径 URL 赋给这个 hello admin 返回是一个 hello admin 的语句。我们把-guest 一个 guest 的一个参数返回给 hello guest 的这个函数返回一个 hello 谁谁谁as guest 这么一个语句。我们再定一个-user -name， 我们把 name 传进来，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如果这个 name 等于 admin， 我们就用 redirect 来跳转到哪里呢？我们用 URL_for 来找到它的跳转路径，传入的参数是 hello admin， 也就是这个函数名。我们通过这个函数名返回来用 URL_for 找到-admin 这个路径，也就是说我们
用 redirect 跳转到杠 admin 去。如果不是这个 name 不等于 admin， 那我们就跳转到这个 hello guest 指向的路径这里，跳转到这里去。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因为我们没有定义根目录，我们先看一下admin。hello admin。如果我们定 guest 张三，你看这里显示了 hello 张三 as a guest。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user， 然后我们用admin，可以看到它跳转到admin来了。我们再来 user 张三，它就跳转到 guest 张三。OK， 我们使用 Flux 将表单数据提交到模板。我们这里引入Flux 类 render tempo 这个函数，还有 request 这个类。然后我们这里要引入它的底层这个框架的 response 函数。response 这是个类response 类。首先我们先定义根目录，我们定义一个 student 返回是 index5 这个 HTML 文件。然后呢，我们又定义一个 result URL， 但是有两个方法，一个 post 一个 get。当它 post 的时候呢，我们就拿到 request 里面整个的 form。拿到了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 form 里面的内容RST 附到这个 result 里面来，然后返回的是 result5 这个 HTML 文件。好，我们先看一下 index5。index5 就是一个简单的 form。方法就是 result URL 这个方法，使用的是 post， 然后我们传递了 name physics chemistry 还有 math 最后一个提交按钮。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result 这个 HTML 文件。result HTML 文件我们用这个大括号百分号括起来，然后我们对这个 result 进行循环分别拿到它的 key 和 value， 我们形成一个 table 最后用 end for 来结束这个循环。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这里我们可以填张三，物理90分，化学100分，数学99。我们提交，可以看到这个表格显示出来了。好，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个 URL 的重定向和错误。同样，我们引入 redirect URL for， 还有 render tempo。当然我们这里还引入了一个 request 类和一个放弃 about 函数。同样我们给根目录定义一个 tempo index 7。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index 7。index 7就是一个简单的 HTML， 设了一个 title 等于 document 那这里定义了一个 form， 这里 form 呢用的方法是 post 提交到杠login 这个 URL 去有有一个参数就是 username 一个按钮登录。然后呢，我们这里又定义一个 login 函数我们将杠 login 指向它，但是呢，我们这里定义了两个方法，一个是 post， 一个是 get。如果 request 的这个请求来的时候是 post 上来的，那我们就是将它提交。怎么提交呢？如果这个 request 里面这个 form username 的值是 admin， 那我们就将它跳转到 success 这个函数所指的 URL success 这个函数所指的这个 URL返回的是 login successfully。如果提交的不是 admin， 那我们就用 about 这个函数返回401的值，放弃了。
啊，然后看我们如果 request 的这个方法是一个 get 方法，那我们就重新跳转到哪里呢？跳转到 index， 也就是跳转到这里 index 7这个目录啊，我们重新跳转回来这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刷新的话啊，它就是走 get 方法跳转到这里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登录框，我们输入 admin， 哎 ，login 成功了。我们回测回去，我们再来输一个张三，啊，它返回401啊，没有权限。如果我这里直接输 login。啊，就是刷新，也是 get 方法，直接刷新。好，这一课我们来看 Flask 的 cookie 和 session。我们先看 cookie。啊，我们这里通过 Flask 包啊引入 Flask 类，还引入一个 make response 啊，创建一个 response 的一个函数，还有一个 request 的类啊。我们还是先通过 Flask 类创建一个实例 APP 啊。我们这里定义一个 URL 叫 set-cookies 啊。绑定到 set-cookie 这个函数中，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make response 啊，建立一个 response， 也就是返回啊，里面写了一个 success 啊，很简单，写个 success， 然后呢，我们使用 response 这个变量实例里面的 set-cookie 这个函数啊，我们来设置 cookie 这个东西是放在客户端浏览器里面的啊，我们设置它的 key 为AA-key 啊 ，value 呢我们就设 AA-value， 然后呢最长时间呢就是3600秒啊，最后我们将 response 返回去。我们再定一个 URL 叫 -get-cookies 啊，我们来获得 cookie， 使用这个 get-cookie 这个函数啊，我们在 request 的请求里面的 cookie 属性用 get 方法啊，通过传入这个 AA-key 这个值。就拿到了这个 value 啊，然后我们将 value 返回去，然后我们再定一个-delete cookies 啊，这个 URL 我们来删除，也是我们获得了 response， 先定义好一个 response， 我们写一个string 啊，删除成功啊，然后呢我们在 response 使用 delete cookies 这个函数啊，传入 key， 我们就将 cookie 删掉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因为我们没有定义根，所以呢，我们要用 set cookies。OK， 这里显示成功，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F12再看一下，我们刷新一下，刷新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哎，这里有 cookie， 我们看到cookies AA-key value 是 AA-value， 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get cookie， 我们得到了它的值AA-value， 我们再用 delete， 我们删除成功了，我们可以看一眼，这里 cookie 已经不见了这里的值也不见了，可以看到。好，我们继续来看 session。在 session 这里呢，我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要设一个 secret key， 我们来加密 session ID 保存在客户端。session 这个东西呢是存在服务器的，但是 session ID 呢是放在客户端的。我们还是定一个根路径 URL， 指向这个 index 函数。index 函数里面，我们先做个判断，如果 session 里面有这个 username 这个 key 的话，那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在 user 里面，然后我们打印一下出来。最后呢，我们再设置一个这个 logout 这个 URL 的登出一个链接。如果没有这个 session 里面没有 username 这个 key 呢，那我们就直接返回没有登录，
然后呢，我们也设一个-URL 路径的链接进行登录。然后我们看这个-URL 这个路径，这里面呢就2个方法，一个 get 一个 post 啊。如果是在 post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做 form 提交，我们就把 request 的 form 里面的 username 里面的值放到 session 里面去啊。然后呢，我们再跳转到哪里呢？ index 函数所在的 URL 啊，我们就会跳转到这里来啊，跳转到这里来，因为我们 session 里面有值了，那它就肯定会显示这句话啊，你已经登录了，登录名是啥啊？如果是 get 方法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刷新这个页面，刷新这个-login 这个页面，那这话我们直接会返回 render table index 7啊。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 index 7这个页面。index 7这个页面，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登录窗口啊，就是只有一个username， 然后是一个登录啊。我们看前面还有一个 logout 啊 ，logout 呢，那我们就定一个 logout 函数，然后呢，我们使用 session 里面的 pop 方法，将 username 这个 key 和值删除掉。最后呢，我们也是跳转到根目录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这里没有登录。如果我们直接输 login， 它跳到 index 7啊这个登录页面去了。我们还回到根目录，点这里也是一样的，也是 login 的 get 方法，跳到 index 7这个页面啊。我们输入张三，我们点登录，可以看到您的登录名是张三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 F12看一下，刷新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session 的，这就是 session ID 啊，它是加密后的是无法破解的。然后呢，我们点注销，注销了以后，我们这里再看一下，把它清掉，再刷一下。你看这里就没有 session 了啊 ，cookie 这个也不见了 ，session 也不见了啊，可以看到。OK，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好，这一讲我们来学习 Flask 的消息闪现我们这里还是通过 Flask 包引入 Flask 类，这里注意要引入一个 Flash 方法这就是消息闪现的方法后面是 redirect render tables request 和 URL form。首先我们还是定义这个类的实例我们给它赋一个 secret key我们在这里将根目录赋给 index 函数，index 函数呢，我们展现一个 index 9的 HTML 模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板。这个模板，我们在这里使用 get flash 的 message 得到一个 message 列表。然后如果这里面不是空的话，那我们就循环这个列表循环这个列表，我们使用这个2个大括号将 message 打印出来然后后面我们写一个 welcome， 然后这里我们有个链接。链接的路径呢，就是 login 方法所对应的 URL， 我们看一下login 方法对应的 URL 就是刚 login 那我们继续，如果点刚才那个链接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走 get 方法，走 get 方法进来我们先给 error message 赋一个空，那这里是 post 的方法，那它就应该直接执行这个 render table login 9.html error 呢那就是空那我们再看一下 login 9login 9就是一个标准的窗口我们使用 post 提交到刚 login， 这回是 post 的方法上来的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写简单我们这里有个 username 和 password， 然后一个提交按钮，然后这里我们判断了一下，如果 error 有东西的话，那我们就使用2个大括号将 error 打印出来我们来继续看如果是 post 提交了这个 login 的话，那我们来判断 username 和这个 password 是不是都是 admin。如果不是 admin， 那我们这个 error message我们就赋一个值，
赋一个值以后呢，我们还是返回到当前这个 login 点 HTML9，但是呢，我们 error message 有值会打印出来。如果两个都是 admin 的话，这里就比较关键了。我们使用了一个 flash 函数 ，flash 就是一个消息闪现，它就会把这句话再放到 request 里面，会让下一个 request 来获得。也就是说，这个 index 这个跟目录这个方法 redirect 的时候，会带着这句话一起走带着这句话一起走，然后走到这个 render table 这里面其实带了这句话 render table。刚才我们看了 index9 我们会对这个flash message 进行循环，那也就是说会把这句话打印出来。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你看这里就是没有那个 flash 那句话我们现在是 login 我们输个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error 出来了，就是这个这个 error message 又弹回了 login 9的这个页面如果我们这回输对的这句话弹出来了我们调到了 index 页面，可以看到。好，这节课讲到这里。好，这节课我们来讲文件上传我们这里特殊的引入一个 Bugzy 的工具包 CQ File Name， 它的作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是将这种带空格的文件名，或者带点杠这种，或者带特殊字符的这种文件名，转换成安全的这种不会有异常的这种文件名我们在 APP 的 config 里面设置一个参数我们参数的 key 叫 upload-folder 然后我们的值叫 upload dir 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 upload dir 的目录我们将跟目录关联到 upload file 这个函数我们返回一个 upload 10.html 的这一个模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板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文件，但是这里呢，这个 form 呢action 是这个-uploader method 也是 post 的，但是这个 myMeType 这个方法呢，我们用的是 multi-type 这个 form data 这个方法，因为我们要提交文件然后底下的这个录入窗口呢 type 类型呢是 file name 呢，我们起了一个 file 111我们来继续看，然后我们再看-uploader 这个 URL两个方法，一个是 get， 一个是 post 我们先来看 get 呢很简单，我们就还是返回原来的 upload 10.html 这个模板如果 post 我们来做提交的时候，我们通过 request 那个行的那个 name file 111作为 key， 我们拿到了文件以后，我们用 file.save 把文件保存。我们保存在哪里呢？我们使用 OSPath_join， 我们来组成一个路径我们用这个目录和这一个安全的这个文件名组成了这么一个文件路径，然后保存下来，最后我们返回文件上传成功我们来运行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选择文件我们选择一个my-1.txt 的这么一个文件我们来提交上传这里显示成功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录底下有 my-1已经做了这个 secure file name 了OK，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讲 Flask 的 form 控件我们为了避免用 HTML 来写控件Flask 也提供了一套控件我们这里还是引入一些 Flask 常用的包，但是我们这里用 form 11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类叫 contact form，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我们先引入了 Flask WTF 这个包里面的 Flask form 这个类然后呢，我们从WT Forms 里面引入了一堆控件，
啊，文本控件、整形控件、大文本控件、提交控件啊，选择控件、下拉控件，然后我们还引入了这个有效性检查。我们用 contact form 啊建这么一个类，然后继承 flask form 啊这个类，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name 啊，它的是个文本控件啊 label 呢我们就写一个 name of student，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有效性检查，它必须要输入啊，然后性别呢我们用一个选择控件啊 label 是 gender 啊，值呢是 m 啊，外面显示呢是 male 啊，值是 f， 外面显示 female 啊。然后一个大文本的地址控件，啊，邮件地址啊，邮件地址呢做了2个检查，一个是必须输入啊，还有一个呢必须输入合适的邮件格式啊。然后呢，这个是年龄控件，我们用一个整形的啊，就没有有效性检查啊。我们用一个下拉控件，选择他学习的语言啊，是 C++ 还是 Python 啊，最后是一个提交控件啊。这个对应的呢，就是这个 contact 11这个 HTML 啊。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啊。这里呢，我们就是根目录啊，根目录用2个方法，一个 get 一个 post 啊。我们先创建一个实例 contact form 实例。我们先来看这个 get 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返回这个 contact 11 HTML 啊，将这个 form 1传进来。我们这回来看 contact 11这个 HTML 啊。我们这个是一个 form， 在这里呢，我们看name 这个值填没填，有没有错误消息。如果有错误消息，我们就把它循环打印出来。啊 ，email form 这个 email 有没有错误消息？这个 form 呢，和这个就是一样的。如果这里写 form 2啊，这里也是 form 2啊，它就是那个 key 值啊。这里我们创建这个 form action 呢，我们就是根目录，方法呢我们就是 post， 然后这里呢我们是用了一个 form 的 hidden tag 控件 ，hidden tag 呢是做那个CSRF 啊，防止跨站攻击的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啊定义了一个 secret key，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防止跨站攻击啊，不会出现跨站攻击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显示一个 label， 再显示整个控件啊，这里也是显示一个 label， 然后显示控件啊，地址啊，地址 label 地址控件啊，邮件 label 邮件控件啊，年龄 label 年龄控件啊，语言 label 和语言控件，它会根据这个控件类型，它就直接会生成 HTML 语句啊，最后是提交控件。来，我们继续看，如果是 post 的话，我们先对这个 form 1这个对象啊做检查。我们检查的时候看它这里面的值，因为它这里已经传回来了，传回来这个放在这个 form 1里面了，也就是说 post 的上来以后，它这里就放在这个 form 1里面了，因为它是关联的啊，放在 form 1里面的话呢，我们来看啊 validate 是不是有效的，如果是无效的，那我们显示一句啊，所有值需要填，然后呢，我们还是返回到这个 contact 11 HTML 里面去，然后我们把这些值呢还带回来不用重填，还是带回来。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跳到这个 success 11.html 啊，我们看一下 success 11啊，比较简单，就一句话啊，成功。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我们这里填值啊，没有，address 啊，我们这里可以填一个错的11啊 C++，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说你必须要填入啊邮件地址，其实我们邮件地址是输错的，如果我们输个正确的，这种格式的提交成功。有了这个Flask 的 form 呢，我们就很方便的进行前面页面和后面程序之间的这种对象交互。好，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使用 Flask 和 Circle Alchemy 来操作数据库。这节课我们基于上节课，我们也用到了 Flask 的 form 这个
WTF 包啊，然后我们引入了 Flux Circle Alchemy 啊这个包。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首先我们还是初始化 Flux 这个类啊，生成一个实例。但这里我们使用2个参数，第一个是 Circle Alchemy Database 的 URL， 也就是它指向哪里，我们使用 circlet-3 斜杠啊 context.db， 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个 py 底下会生成一个 context.db 文件啊，然后我们再初始化一下这个安全 key 啊1 2 3 4 5 6，这里我们使用这个 Circle Alchemy 这个类来实现一个实例叫 db 啊，我们使用的是 app 这个参数，也就是绑定了整个这个 app 啊。我们继续，我们先初始化一个Circle Alchemy 的 model 啊，我们这里用这个 model context DAO 来绑定数据库里面的表。这里有几个属性，第一个是 ID， 我们使用这个 DB column 啊来初始化，把它初始化成整形。然后 primary key 等于 true， 也就是它是主件啊。name 我们初始化成这个50个字符串啊一列啊。性别 gender 啊我们是1个字符串啊。地址我们初始化100字符串。email 50个字符串。age 初始化整形啊。language 啊5个字符串啊。data credit 啊这列呢我们初始化成 datetime 啊，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啊 datetime 点 now， 也就是说这条记录生成的时间我们是默认的，在数据库里面直接让它生成这个当前时间啊。然后我们写一个 init 初始化函数，我们可以传入这1 2 3 4 5 6个参数传进来啊，赋给这6个属性。然后我们再建一个 context form， 继承的是 flex form， 我们来实现 HTML 里面的 form 啊。也是第一个 ID 我们用 hidden field 来创建。 name 我们使用 text field， gender 我们使用选择 radio field 啊。address 我们使用大文本 text area field 啊。email 也是一个文本 text field。 age 是一个整形 integer field。 language 是 selected field 啊，一个下拉选择框，然后我们再加一个提交按钮。我们来看这个路由绑定，我们把根目录呢绑定到 show all 上面。show all 呢我们指向了这个show 12.html 这个文本，同时呢我们又建立了将 context 附到这个，从这个 context DAO 里面把所有记录都查出来，附到这个 context 里面去。好，我们来看一下 show 12。show 12里面前面就是一个 head 啊，写了一下这个样式。然后在 body 里面呢，我们初始化一下，看有没有flash 的 message， 前面我们讲到将它循环显示出来。然后这里我们加了一个按钮啊，新增按钮。新增按钮的 URL 指向了这个do add 这个函数所指的 URL。我们看一眼啊，这里 do add 这个函数的 URL 就是刚 add 里面有 post 和 get，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get 方法。如果按钮点下去的话然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 table 我们把这几列列出来我们这里使用一个循环for contact in context 我们把 context 里面的 name gender 都打印出来，我们这里使用双括号来显示它的值。然后我们另外加了2列我们建立了2个按钮，一个是更新，一个是删除。我们使用的 URL 是-update 这个 ID一个删除是-delete -id 这个就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先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在运行之前呢，我们这里先要初始化数据库我们先使用一下 Python， 然后我们 import 这个 app12 然后呢我们使用 app12 里面的 db，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函数 create-all 这个函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个context.db 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退出去。OK，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展示出来了啊，因为它没有记录，所以它是空的。我们来继续，我们继续往下看，看这个 add 里面的 do add 啊 ，do add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 contact form， 然后当我们post 是提交，那我们先往后看，先看 get。如果当时 get 的时候啊，我们直接转到这个add 12.html 文件，然后我们将 form 1传到这个 form 里面来啊，因为 form 1是个空，所以这个 form 里也不会展示什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add 12这个 HTML 文件啊。首先我们还是先得到这个 flash message， 看有没有然后呢，我们看这里面 message 有没有错误 ，name 的这个 name 字段，还有这 email 字段有没有错误？有错误的话，我们将它展示出来。然后我们这里建立了一个 form 的 action URL 是这个-add method 是 post 提交。然后这里呢，我们建立了几个使用 hidden tag 上节课我们讲过，这是防止 CSRF 攻击的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form.name label， 我们让 label 显示出来，然后点 name 我们将这个控件显示出来这是显示控件，这是显示 label 然后我们将 gender 的也显示出来，地址 address email label age 年龄language，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提交都展示出来，我们可以看一眼。我们点这个就是走 get 方法我们这里就将它展示出来了。展示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填一下字段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点提交这里就成功了。又跳回这个根目录，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程序。刚才我们走的 get 方法是点了那个增加按钮，这回我们看 post 方法，也就是提交如果说这里有错误的话，这个 form 1有错误的话，那我们就会弹出这个消息有些字段是必须要填的。但是呢，我们同时还会回到这个 add 12，但是呢，我们会把 form 1里面我们刚才填的值再反填回 form， 因为我们刷新了，所以我们要反填回去，这样刷新的话那个值不会丢，所以我们这里要反填回给 form。如果说没有错误的话，那我们就往下走，我们就将这个创建一个 contact DAO 这个对象，我们把 form 里面的值，我们刚才说过 form 1.name 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到是个 text field 的对象，如果我们取到值呢，就是要用点 data 才能真正取到它里面放的那个值。所以我们将 form 1里面这些对象的值现在新生成一个 contact.dao 对象，生成这个对象以后，这个 contact 以后，然后我们用一个 try except try catch， 我们使用 db.session.add 来增加它新增一个我们使用 commit 来提交真正的生成这条对象，然后我们 flash 出去说这条记录增加成功，最后我们跳到了这个根目录，也就是 show 12.html。 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同样我们这里将错误打印出来我们是将这个 e 也就是 exception 作为 e 将它打印出来然后呢，我们同样还跳回到原来的这个 add 12.html 这个文件来，同样我们将刚才我们填入的那些值 form 1再写回到 form， 我们保证它在提交刷新的时候不发生变化，还是这些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看一下，如果我们这里不填值这里我们随便填，这里我们也随便填如果这里我们填个12可以看到它这里要求我们重新填，而且这些值都在这里那我们再提交，你看它这里报了一个错，说请你填接地址，而且这些值在这里，就是因为这句话在这里我们还是返回它，最后我们把这个值还复回给它，所以它报了一个错，说这里的值不对这里这样
com 啊，或者点 net， 提交。好，我们这里就有2条记录了啊，可以看到有2条记录。好，我们继续看 update 和 delete， 我们先看 delete 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show 里面的 HTML 就是-delete 这个 ID 啊，然后我们从这里-delete -ID 我们就绑定到 do delete 这个函数啊，然后呢，我们先找到这条对象，我们通过 ID 到数据库里面啊，点 query 点 get all 404，通过 ID 我们先把这条记录找到，我们给起个名字叫 to delete 啊，然后呢，我们使用 db 点 session 点 delete 这个函数，直接将这个对象全部删除。删除后，我们对这个操作进行 commit，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根目录。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我们同样将这个错误打印出来，还是返回到这个根目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把第2条记录删掉，我们点一下，直接就删除成功了。看啊，再查询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这里来看 update 同样啊，-update -id，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拼的这个链接地址也是-update -id。我们这里有2个方法，一个是 post 的方法，一个是 get 方法。get 方法首先是我们先点那个按钮，打开那个页面。在打开页面之前呢，我们也是先建立一个 contact form， 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 ID， 我们先到这个 DAO 这个库里面，也使用这个 query 点 get all 404找到这条记录，我们赋值叫 to update 如果说我们走 get， 我们现在是要打开这个界面打开这个界面的话，我们因为查到了这条记录以后，我们使用 to update 点 id 赋给这个 form 1的 id 的 data 赋到这个 form 的值里面来。我们从数据库往 form 里面赋值把 name 赋到 name 点 data gender 赋到 gender 点 data 同理，最后呢，我们将这里展示update 点12点 html， 然后将 form 1我们得到的值赋到这个 form 上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update 点12，这里呢，我们还是先看它这里有没有 flash 的消息，有消息我们就打印出来。再看这里有name 和 email 的 error 有没有错误，有错误我们也打印出来。这里呢 action 呢，我们就指向了-update 的这个 id 的值，然后呢，我们使用 post 的方法。post 的方法，我们将它更改提交。同样，这里我们先解入了 form 的 hidden tag， 我们防止这个 CSRF 跨站攻击。然后我们画每个这个 form 里面这个 text field 先显示这个 label， 然后再将这个 text field 画出来。这个也是label 然后这也是 label， 画这个 field 最后我们画一个提交按钮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我这里点 update， 它就会把值带过来，先查询完以后，我们对它进行赋值，每个值都已经赋进来了赋进来值以后呢，然后这里呢，我们是直接提交到这里通过这-update -id， 我们直接使用 post 方法提交。我们来看这里的 post 的方法下面这一段。post 方法呢，我们先是通过 id 把它赋到这个 to update 是这个db 的一个 DAO 我们把它赋进来。name 的我们也是赋进来，把它们里面的每个值都重新再赋一遍。不过无论它改变不改变，我们把它重新赋一次值。赋一次值以后，然后我们直接使用 commit， 这里不用写.db 点 session 点 update， 直接就 commit， 就会将这个值直接就改变掉了。最后我们还是返回到这个根目录去。如果有错误也是直接报错，然后返回到根目录我们来看一眼。假如说我们把这里改成22这里 ASDF 我们改成一堆 Q， 好，提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变成 Q， 这里变成22。好，这个数据库的操作增删改查我们就讲完了。
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Flex 的阿贾克斯包啊，叫 CJAX 我们引入这个 Flex-CJAX 这个包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程序啊。首先我们还是定义这个 Flex 这个对象 APP 然后在这里我们传入2个变量，一个变量是 CJAX 的静态目录我们这里传入 pass 就是这个程序根目录底下的static-js-cjax 我们在这里就给它建立一下static-js-cjax 可以看到这里面现在是空的，没有 JS 文件CJAX 包底下什么都没有到时候程序运行的时候它会自动生成的。然后我们再定义这个 CJAX 的 JSON 的 URL是 static-js-cjax-json2.js 然后我们将这个 CJAX 包绑定到这个 APP 上面，我们使用这个 flex-cjax 这个类来绑定到它上面。我们下面来绑定这个根路径我们这个普通的根路径用 APP flex 这个包来绑定，我们绑定到这 hello 这个函数上面，我们只返回一个字符串，这字符串里面有一个按钮按钮的路径就是-CJAX 普通的一个按钮。然后我们再来绑定这个 CJAX 这个请求CJAX 的请求要用是这个装饰flex-cjax.root 这个路由来绑定到 APP 这个上面，然后呢路径是-CJAX绑定上面来以后呢，我们就来定义这个 hello 这个 CJAX 函数绑定到这个方法上面。这里面有2个子函数我们先不用去管它。我们来看如果点击这个-CJAX 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如果它是一个 CJAX 请求，这里判断全局的 G -CJAX 这里是不是 CJAX 的请求？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点击这个直接点击普通的嘛，这个是个普通请求，那我们就会走下面直接返回这个模板CJAX example.html 这个模板。我们先来看这个模板，回来再看处理这个请求。这个模板里面呢，我们这里引入了3个脚本script 脚本，一个是 jQuery 脚本一个是 CJAX 包的脚本，还有一个是 CJAX 的全局变量声明我们使用这种形式2个大括号括起来 g-CJAX get.js 安全的模式。然后这里呢我们定义了2个按钮一个呢是 say hello 呢它不会走这个 href 这个请求它是用这个 onClick 里面呢我们定义了 CJAX.request 请求的是什么呢？请求的是 say hello， 然后传了2个参数，一个是张3，一个是李4下面这个按钮是 say goodbye我们也是用 CJAX request 的请求请求的名字是 c-goodbye。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处理因为我们这里-CJAX 绑定了到这个 hello-CJAX 这函数里面。这里我们定了2个子函数，一个是 hello 的 handle， 一个是 goodbye 的 handle。hello 的 handle 呢，我们在 response 这个响应的里面呢，我们生成一个 alert， 它会弹一个框，弹框是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就是 hello from 什么 to 什么。这里呢我们传入的是张3李4，也就是说我们会弹出一个 hello from 张3 to 李4。然后呢我们将这个 A 这个按钮的 CSS 这里是代表所有的 A 的颜色改成绿色然后这个 goodbye handle 呢我们也是弹出一个框字符串goodbye whoever you are， 然后也是将按钮的颜色改成红色。然后这里我们判断这个是不是 CJAX 请求，如果是 CJAX 请求，那我们来绑定，我们将这个 say hello 绑定到这个 hello handle 上面， say goodbye 绑定到 goodbye handle 上面，然后我们返回，这里直接返回了，就不会走这个普通的请求返回了，这里就直接返回，我们就用 CJAX process request 直接就返回掉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运行以后可以看到这个 CJAX 这个目录底下多了这几个JS 文件。然后这里我们点这个按钮，它跳到了有这2个按钮页面，我们可以 F12 看一下。
看一下啊，这三个，第一个是 jQuery 啊，第二个是 cjax.js 啊，尤其是第三个主要就是来设置这个，设置的我们的 request URL 就是杠 cjax 啊，然后设置 JSON 的 URL 就是这个 JSON2 啊，就是刚才这句话起的作用啊。就是这个 get.js 这句话啊，然后我们来点这个 say hello， 你看这里弹出个框 hello from 张三兔李四，我们点确定，这个全变成绿色了，然后我们点 say goodbye 啊，弹出了 goodbye whoever you are， 我们点确定，全变成红色了啊，我们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Flash 里面的阿贾克斯的访问啊，通过这个 cjax 包来进行阿贾克斯访问。好，这节课讲到这里。